大家好，今天是9月2号，全球市场利空不断，比特币就是不跌破19500美金，到底是什么原因？包括朋友在讲，最近全网好像就我一个人在看多，那我的观点是不变哦。基本上大部分人在看空的时候，我们尽量以多为主；如果其他人都在看多的时候，我们尽量以做空为主啊。所以目前的位置，这2天是一个时间窗口。而且晚上是有一个美国的非农数据要公布，会不会类似31号的时候，小非农数据也是利空，但是最近就是不跌破这个19500美金。那我的观点是，今天晚上我们要来揣测一下，万一数据再出利空的时候，比特币主力会不会再来一次顺势打压，来到19600美金，止损你设在19500美金，下去可能不跌，然后出转折，因为是一个时间窗口，等下来跟大家探讨。在复盘之前，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，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 ，BROK 返佣永久20%，或者是新的邮箱注册 Bybit， 不用验证啊。我们来看一下这2天点位是非常的难猜哦。本来是想看能不能猜到一个点位就直接给我拿住，但是没想到又来到这个位置，就类似前天的这个位置。那至于这个位置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支撑，我们应该参考历史啊。历史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一个吞没一般有2个支撑，一个是在这一根上涨的一半位置，那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开盘价附近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历史上的几个位置，前面不是有跟大家讲，当时在这一根吞没出来的时候也是有压回，没有压回到这么低的位置。后面是在美国公布 CPI， 在这一天不是给大家猜嘛，有可能会转折，但是它盘中也是有这么一出啊，就是主力不管利多或者是利空，它都会来一个灌压，然后又往上拉升。就是这个位置也是来到这个位置支撑，还有一个位置我是记得很清楚，就是全市场都知道要在加息的位置有一次灌压，好像这一根还是这一根，后面是直接往上拉升，所以就是利空不跌，因为它出在波段里面的回撤的位置，而且是一个时间窗口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个天。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一根位置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第8天转折，前面在这一根的时候是有跟大家猜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到8天，这一根也是变盘。不过我的观点是，当时在这个位置也是希望看能不能上去，但是也是担心万一如果真的类似这种上升趋势，它转折出在8天的转折位，每一次8天的转折位向上，每一次8天的转折位向上，那这个趋势是向下，7、8天的转折位它又是向下。那现在有一个事件，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31号的时候，美国公布的这个小非农也是大跌眼镜啊，就是利空非常的多，最近的利空非常的多，但是比特币就是不跌破那一个19500美金。那今天晚上我们也要再去留意一下美国的非农数据，在8点半的时候，到时候要公布，预测值是在30万，我们尽量观察一下这个位置，也是一个时间窗口。你从这一根开始算啊，到今天已经是20天，我们拉一个时间过去观察一下，既然回撤来到这么低的位置，是18天啊，18天其实也是接近21天的一个时间窗口。我的观点是尽量观察一下，短期在这个位置如果有消息的情况下，主力晚上会不会再来做线啊？因为昨天是很明显啊，我是看了一下4个小时，我们观察一下，它是明显的感觉是有人在做线啊。干嘛这个位置又不破，现在是又拉了上来。我们尽量观察4个小时的布林线，布林线下轨的位置是买点，上轨的位置是空点，买点。当然我最近可能还是看空间，主要就是因为它空间确实是非常的深，我不喜欢在这个位置做空啊。那我们短期观察一下，为什么这一个19500美金破不下去？除了刚刚的几个位置，历史上还有几个位置，就是这一组多方的吞没，它其实是在踩哪个位置啊？这一组多方的吞没，它是在踩，也是在踩这一组多方吞没。我们直接拉一条直线过去，就是这一个收盘价附近，可以看一下，就是因为这一组多方的吞没，它后面是又压回，这几个下影线的位置全部都是在踩这个位置啊。然后后面是这一根多方吞没，它低点又是重新踩了一次，所以我的判断是，估计这个区间全部都是一个
支撑区啊，可以以这个位置来观察，全部都当成一个支撑区。那历史上还有哪一些位置我们也可以观察一下？比如说去年的7月份，5到7月份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这边也是有一组多方的吞没。多方吞没，它后面这边压回的时候，其实这几个低点区也是有一个小反弹啊，就是因为在踩这个多方吞没，以这个开盘价也可以，或者是下影线也可以啊。那么再看一下更早的历史。如果是在一个上升趋势的时候，有时候多方吞没是会非常的爽，特别是你只要在一半的位置去买，有可能套不死人啊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当时比特币上涨的几个位置，比如说这边不是有一个多方吞没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后面它这个下影线压回的位置，它就是接近这一根 K 线的一半位置，还有很多，我们可以再观察一下，比如说这一组多方的吞没。它后面在压回的时候也是压回到这个一半的位置，所以我有时候买点，我是喜欢这一半的位置直接买，当然有可能它也会压回到这个开盘的位置，主要就是它趋势是向上的时候可能会更好做。现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它趋势目前还是下弯的，那今天晚上我们观察一下到底这个位置会不会变盘。现货我是不管，反正一直拿着。那其他更早的一些位置我们也可以观察一下，比如说像这个位置多方吞没，它后面也还会有这种再压回一半的位置。15年当时的一个底部是就这一根 K 线柱啊，这边是一个多方的吞没，它后面压回的时候，我们观察一下它是怎么来压回的。你去认真的细心去观察一下这一组多方的吞没，它是踩了几次，这边压回踩，这边再压回再踩，那后面是这边再压回再踩，这个位置再压回再踩，这个位置再压回再踩，它就是重心有一点提高。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这边不是也有一个多方的吞没，是在这一组啊，这一组也是多方的吞没，低点的位置是这边再踩，有可能会不会类似目前的位置，就类似这个区间，它前面不是涨到25000美金嘛，然后压回到这个位置，有可能就是遇到这一边的多方吞没。现在有可能就类似这种位置，它会不会继续整理，会不会再震荡，时间要横的时间更长啊，有可能就是这样子嘛。我们尽量观察一下，就是主要是日线级别已经看了好几组吞没塔形，又是吞没，那这边也是一个成线，现在又是出了一个吞没，所以我的观点不排除这个位置就是一个底部啊，尽量仓位要配置。反正我们尽量控制好仓位吧，也要留一部分资金。那后面如果有大右侧的机会的时候，如果是能大举做多的时候，我们到时候通知大家，有些资金到时候杠杆的倍数可以开大一点啊。最后还是一样，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。